延续上个星期的节目内容，继续跟大家分享中风的重要资讯。缺血性中风比出血性中风更常见，病因有什么？搞懂小中风，别让小中风惹出大麻烦。中风不只有黄金治疗期，还有黄金康复期。中西又有哪些妙招？全在这一集的医疗大小事，一起长知识。好哇，很开心可以再次看到我们的这个神经内科医生黄志强医生，当然还有泰明，还有文海，欢迎你们，谢谢。OK， 在还没有进入正题之前呢，想考一下两位。之前我们的这个黄医生对有一个口诀，fast， 对，请告诉我 F 代表什么 ？Face。泰明呢 ？A 代表什么 对 ？S。speech T 是timing，OK， 打什么电话叫救护车？995 ，OK， 不错，哇，3条线，很好，厉害啊！所以医生再请讲一下这个 FAST 是它的含义是什么？他们说的很对，脸呢就是脸部下垂啦 ，OK， arm 呢就是手没有力气，同样的脚也是一样，脚若是没力的话，也是中风的症状。 OK。Speech 呢怎么说呢？若是嘴巴没有力气，说话也是咬字不清 ，OK， 或者甚至有时候他们会说不出话来，因为语言中心受到影响了。对，所以 face、arm、speech 受到影响的时候，你就知道很高的机会是中风。对，那就要紧急去医院接受治疗。就是 T 就是 time 啦。对 ，time to call 995这样子。如果你中风1分钟延迟的话，脑细胞会死掉多少？100多万，多少万？130多万。来，医生，答案是190万。190万。我打了 discount 医生。那当然，我们今天要继续讨论这个就是第2类型的缺血性中风了哈。是。那请问它的病因是什么？缺血性中风可以把它大致上分成2种。那么一个就是脑部的血液供应是从颈部而来的。对，是。那么颈部的血管或者是脑里面的血管呢，形一个血栓。血栓在血管里面形成。OK。导致那个血液不能顺畅的流通。那么这个就叫做血栓性中风。OK。通常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血压高糖尿病、吸烟、高胆固醇之类的东西，造成胆固醇之类的东西累积在动脉的内层里面，造成粥样硬化。硬化之后呢，血液就不流畅了，血小板就容易形成血栓，是把那个血管堵塞了。对，就是一个缺血性的中风。OK。第2种中风就是栓塞性的中风，就是那个血栓呢是从其他的地方形成的。因着血流绕到了脑部去，把脑里面的血管塞住了。因为脑的供应嘛是心脏的大概20%，对，所以绝大部分的血液都会去到脑部，所以很容易塞。那么什么东西造成栓塞性中风呢？大致上呢就是心房颤抖，英文叫 atrial fibrillation。特别是老人家如果觉得心跳不规律的话呢，要去看一个心脏科的医生做一个诊断吧。对，主要担心会有这个问题。对，是最主要就是房颤不用紧，不要中风，不要中风。那我们医生其实有说到那个心跳不规律，对，因为我在18、19岁的时候去看医生，然后因为心跳不规律，所以他们是跟我说我有 WPW。帕金森 White OK， 所以我就进行了一个手术，它是从这边通那个管子去雷射掉一些根或什么的。对，这个会不会影响到我中风的原因？会不会是一个原因？这个应该不会。简单的来说，我们心脏有4个心腔，上面2个叫 atrium， 下面2个是 ventricle。OK， 房颤的话呢，通常指的是 atrium 上面那2个心房不规律的跳动，它在颤抖。颤抖的话，它就不跳了。血液就会滞留在里面，那就很容易形成血块啦。那血块什么时候都能掉出来嘛？对那么掉进你那2个 ventricle 之后呢，它就因着血流疏通到身体的各个部位，对吗？那么20%呢就会到你脑袋了。那如果塞到别的地方，就是别的问题。塞到别的地方就别的问题。对，OK。总之，房颤是个大问题，年纪越大就越容易中房颤。是，特别是60、70岁以后的老人家比较容易中，所以觉得心跳不稳，去看个医生吧。那个可能就是心脏有点衰弱这样是吗？衰弱的问题，还有其他的因素OK。好，文海，你说你是小中风对，其实医学上有这样的说法吗？其实
小中风是一个简称，通常我与医生沟通的时候不用这个词汇的。OK， 那么因为没有一个一定的定义，所以很容易让人家误解。对对，是不是？在我们民间说小中风，其实可以说3种东西。一个呢是短暂性的那个脑缺血发作，对 ，OK， 就是说脑细胞失去了血液的供应。是，不过在细胞完全坏死之前呢，它自然而然的恢复了。所以之后呢没有后遗症，没有损失什么细胞什么症状都没有。做什么核磁共振都看不到。就是说他大脑自己又有可能有血液流通嘛，血液流通，对，血液流通或者是血栓自然而然的融化掉。哇，那么就是幸运了。就到了，就在那个时候，你去到紧急部门的话，还是看医生的话，我们就跟你说，我们用什么样的治疗方针避免它再复发。因为下一次复发的时候呢，就可能不是这样的，就不一定会融化了。对，因为感觉文海你第一次是这样的，对吧？你第一次自己就好，然后我是觉得第一次又是比较严重的，是，对 ，OK。那第二种小中风呢，就是说面积较小的，医学上有一种叫做那个腔隙性脑梗塞 ，OK， 就是你塞的血管蛮小的 ，OK， 是所以那个面积不大。很多时候呢，中风的症状也不是很大。OK， 不过因人不一而异啦。对，所以这里有图片可以看的，对不对？就是有2种这个中风的这个，一个是无症状中风，一个是腔隙性脑梗塞。左边那个腔隙性脑梗塞的图片呢，是所谓的 flash sequence， 镜头那个白点对吗？对，那是血管阻塞之后，细胞失去了脑循环，开始坏死的时候的现象。右边那个是无症状中风，你可以看到同样的，它有一个白点，是中间还有一个孔，就是细胞坏死了，留下一个孔在那。所以这2种呢，有时候我们解释的时候就简称成小中风。那没有造成细胞这个损失的这个中风，比造成脑细胞损失中风的复发几率有差别吗？总的来说，失去细胞的话，你复发的几率会较高一些。那个 TIA 就是说短暂性脑缺血的那些症状的复发的几率比较少一些。不过都高过常人。也都需要治疗。就不要以为说你没有细胞损伤，复发几率少就不用去治疗嘛。对，复发几率只要增加了，足以让我们给你用药物控制，需要去看医生了。因为不值得再发作多一次。是，因为在复发之后呢，就可能是这个样子了，也就是图片的半侧已经受到损害，就是那个乌漆漆的那个地方，损害这么大一片的脑细胞呢，脑会肿胀。它肿胀在头颅里面的时候呢，脑压会增加。对对对，增加过度的时候呢，会损害到脑干，人就可能死亡了。哇，所以我们就是不希望看到这种东西发生。是，这个就很严重，这就不好做了。那想请问一下，就是缺血性中风跟出血性中风，还有我们所谓的小中风，是怎么样分辨呢？它的症状？这3种中风呢，都有很多雷同的地方。通常出血性中风呢，主要的症状是头会突然间剧痛。OK， 因为脑压增加，所以他们经常会伴有那个呕吐的症状。那么缺血性中风通常没有，那么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呢就不会啦，完全没有头痛的症状。对，没有头痛症状。那其他的那些视力啦、面部下垂的那个一些症状呢，都是雷同的，都一样的。那么短暂性脑缺血呢，最主要的是它的时间限制比较短，通常在1个小时之内。不过它的定义是在1天之内，所以大家不要以为1个小时后就好了就没事了。不是，这是治疗最佳的时候，因为你没有损失什么细胞。这个其实就是怎么讲，就是给你一个警钟，对，让你知道发生什么事，你赶快去把它弄好。对，其他的症状呢，说都大约类同啊，所以不需要分析的太多。不过出血性跟缺血性还是要注意，就有可能会有癫痫啊，甚至会晕倒这样子。对，那就很严重了。对，那这个缺血性中风还有小中风啊，2个人在治疗这方面有不一样的地方吗？缺血性中风呢，是以时间的定义，对不对？所以你刚来到紧急部门的时候，我们是不知道到底是短暂性脑缺血呢，还是永久的脑缺血。不过你一见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主要的目的就是把那个脑血的供应恢复过来，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把那个缺血性中风转为短暂性的中风，这是我的治疗目标。OK， 一旦确认是缺血性之后呢，你在前面那几个小时，你可以从静脉里面灌输一种药物，叫那个 TPA，然后把那个血栓融化掉，OK， 恢复你脑血液的供应，减低损伤的细胞，减低中风的症状。那第2种呢，若是那个血栓比较大的话，我们在做影像的时候看得到，我们就可以从那个大腿的那个动脉里面，把那个管子引入到脑循环里面，把血块抽出来。所以这2个都是很重要的治疗。不过以时间而限，
时间过得越久，损失的越多，对，那么就不值得我们做这项治疗了。对因为你给 TPA 给这些药物的时候，都带有流血的危险。时间越久，恢复的细胞越少，对，风险越高。是是，所以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我们不能实行这项治疗，因为风险太大。对，所以我们有这个所谓的黄金时刻，对。那万一错过了这个黄金时刻，你们就要开脑了，是吗？不一定要开脑，不一定要开脑看那个中风的范围多大。 OK 只有很大的范围的，我们才需要这么做。了解，OK，第二个工作就是说，我们要加以药物治疗，避免它再发作。还要做复健。父亲，OK。好，这时候欢迎董金医师哦，哈，是，欢迎。那想请问一下，医师是怎么看待中风这个环节呢？中医认为中风呢是有4个原因。好第一个原因呢是内因，也就是正气不足所导致的。那么第2个原因呢是外因，根据不同的情况比如说这个缺血性中风呢，它的原因是脑脉闭阻所导致的。那出血性中风呢是血液脑脉所导致的。 OK 那么第3个原因呢是根本原因，是由肝肾亏虚、气血不足所导致的。 OK 那么第4个原因呢，就是继发的因素，有3个方面，第一个是风火，第2个是痰浊，第3个是淤血。不同体质的人身上呢有不同的表现，风火的表现呢，就是会出现急躁易怒，然后会出现面红耳赤。这个是不是受到外来的刺激？哎，对，可能吵架还是怎么样？对，被干扰之类的。然后出现口干口苦这些表现。痰浊呢是形体比较肥胖，然后呢舌苔比较白腻。淤血的表现呢，这样的人呢会有头痛头晕的表现，而且呢舌质比较紫暗。那其实以中医的角度是怎么帮助这个患者度过我们所谓的这个恢复期？是，我们有5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呢，就是用中药的方法。那么针对瘀的方面呢，我们根据不同的情况，像那个缺血性中风呢，我们可以用化痰祛瘀的这样的方法。可以用陈皮川芎这些中药。对这个出血性中风呢，我们治以止血不留瘀这样的方法，可以用三七茜草这些中药。根据不同的体质呢，我们也用不同的中药。比如说这个人他是气虚的，我们就用黄芪等这些中药来益气。如果这个人呢是血虚的，我们就用红枣来补气补血。补血。那如果这个人是阴虚的呢，我们就用麦冬来滋阴。如果这个人是阳虚的呢，我们就用肉桂来温阳。如果这个人呢他是肝肾亏虚，我们就用枸杞子等等中药来补肝肾。但是要注意一点，就是当这个患者正在服用西药的抗凝血药的时候呢，这个就相当于活血了我们就不给患者再用中药的活血药了。第2个方法呢，我们可以用针灸的方法，在患者发病之后的3个月内，这个时间呢是针灸治疗中风后遗症的一个黄金治疗期，最好的这3个月是最好的时段对，可以提高它的复原率。第3个方法就是按摩的方法，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症状采取不同的穴位按摩。比如说这个人呢，他有口眼歪斜，那我们就按摩太阳穴。太阳穴这边，OK，对，在这里。对，还有呢？还有合谷穴。合谷穴在这个位置很简单，是这样的。是这里，别按错那个。你不要按了，那个肾你按错全部塌下来。如果这个人呢，他有语言不利的情况呢，我们就可以选择连泉穴。连泉穴呢，在这个舌根的上面这个位置对。这个是说语言不利，就是他讲话有问题，讲话模糊不清楚，帮助到。对然后如果他出现上肢的一些问题，我们叫上肢不遂、活动不利，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按摩曲池穴，这个肘横纹消失的地方，横纹消失的地方，就是曲池穴。那我们也可以按摩外关穴。外关穴呢，我们就用这个4个手指放在腕背侧横纹上，在2个骨头之间。这个是按摩。很久吗？还是如果有时间的话，一般按摩100次左右，它效果是比较好。那我们一般如果是自己按摩、自己保养，
在没有事的当然都可以这样子。对，两边都可以做的，是的。第4个方法呢，就是艾灸的方法，患者也可以买艾条。艾条这个很方便啊。然后呢，就用手拿着放在腹部，还有关节不利的地方。在腹部是转圈吗？还是转圈或者是停在那边也可以。隔2到3厘米的距离。主要功效是？主要是可以补益气血，然后可以促进血液循环。那医师今天带来的这个茶饮叫做桑菊茶。那用什么食材呢？用桑叶和菊花。桑叶是用3克，菊花也是3克。然后呢，泡300毫升的沸水里面泡。这个功效呢，就是疏风清热、平肝息风这样的功效。那么可以降压、降脂，还可以降糖。不仅适用于缺血性中风的患者，还适用于出血性中风的患者。其实每天喝都 OK 的是吗？对，一天泡这样1壶，然后换水再泡，一直泡到没有味道。哇，这个非常清甜的那个口感。是，对，我觉得它很有一个淡淡的一个香味，那种菊花香。因为有时候我们喝，我们真的会很怕那种很苦涩的味道。这个不会了，这个不会，这个不会。那个香味是不是那个菊花有分别？就是有白菊花、黄菊花。是的，这种是胎菊。它包括黄菊花的胎菊，还有白菊花的胎菊。黄菊花呢，它是疏风清热为主的；白菊花呢是平肝息风为主的。这是2种掺在一起，这2种功效都有。我能不能用那个开过的花呢？开过的花也是可以的。这个胎菊的质量会比较好一点。那我是觉得喝下去是很甜，然后后面就有一点涩涩的。是，对，但是 OK 的，我觉得蛮好。除了喝这个菊花茶之外呢，我有听说过，就是身边的人啦，他们叫我去放血，比如说在指尖或者是耳垂去放血。这个是有一个误区的，其实我们民众应该不要自己做这样的放血疗法要找专业人士比较好，而且也不是每个人都适合这样的方法的。那医师，民间急救方法有一个是要按人中，是的，急救那个是对的吗？有这样的方法是对的，真的啊，其实按人中的目的是让他清醒，对。那如果说患者他本身清醒，就不用再按，对吗？他本身如果是清醒的话，就不用。他的方法是怎样？是按吗？还是要捏？我们叫掐，所以掐是用那个指甲。指甲，对，我是用指甲按住，然后就压在这边，大力压下去。哇，其实按下去很痛哎。对。所以是按到那个患者醒过来。对，另外一个呢，就是可以按压足底的涌泉穴。涌泉穴呢，就是在我们足底最凹陷的地方。也可以按压这个穴位，所以要用力压按压还是？对，但是呢，我们也是要注意，不要太过，用力太过，造成有淤青啊、出血啊都不好了。那一个人中风之后，我相信对他的生活造成很大影响，也有很多的改变啊。那像文海，你是经历过所谓的小中风，所以那你的生活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其实对我来说，讲真的，42岁之前我都觉得健康是理所当然的，是，因为年轻人的想法都是 take for granted，没错，对。然后42岁之后呢，我就会逼自己，可能1个礼拜最少要2次去跑步，做些运动cardio。然后在吃的这方面，我是很喜欢重口味的。你说之前啦，对，多一点麻，多一点辣，对，好像是一体这样。你摸他，我以为是他逼你。对啊。然后就是现在的那个日常，就是早餐我一定会吃得好，是，然后午餐吃得饱，然后到晚餐的时候一定会记得吃得少。宵夜呢？宵夜有吃吗？宵夜以前吃的很多，现在是完全戒掉。对 ，OK。那泰明怎么本身身为一名这个看护者嘛？我觉得看护者非常重要，就是耐心。当然了，耐心是讲究有爱心嘛。然后就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其实我听我爸说过一句话，他说不是我想要的这个病，那时候好像他讲不清楚。是，那我知道，这种病不是他要，所以我们有耐心。第二就是如果照顾他们的时候，我们要去学那个物理治疗师向他们学如何照顾，对，如何照顾。我们请一个帮佣我们本身也要会照顾，看那个帮佣怎么照顾，这非常重要。那医生呢？医生对于这个中风手术之后这个康复的疗程有什么建议吗？中风之后呢，除了医药以外呢，我们要做复健。复健可以包含基本上可以说3种吧。第一个是物理治疗啦，就是那个疗师教他们如何把那个比较沉弱的那个肢体呢，锻炼起来，让他们能够恢复行动，是还有能够自顾还有他们的平衡。是。
另外一个是职能治疗啦，就是说教他们如何恢复往时的日常生活，比如穿衣啦、煮饭啦、自己饮食之类的东西。是。那么最后一个最重要的是语言治疗。很多人以为语言治疗什么嘛，只是说话而已，对不对？不，它还包含了吞咽，因为很多中风患者之后呢，他们吞咽出了问题，所以这是最主要的3种复健的方针啊。医师在这方面有什么看法吗？应该注意3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保证排便通畅。OK。第二个就是睡眠方面的问题。中风的患者要保证睡眠时间，然后确保睡眠的质量。第3个方面就是起床的时候不要立刻起身，通过那个晚上睡觉，然后到早上的时候，血液循环比较慢，然后突然这样起身它就是会出现一些问题。所以呢，要先活动一下筋骨然后让身体慢慢的适应。对，OK， 好，因为我知道说去年新加坡其实也是有一个活动哦，它的主题是预防中风的，是吗？在预防中风，我们就叫大伙要 smart， 聪明一点 ，S 就代表 smoke， 不要吸烟 ，smoke free，smoke free，meals， 你的饮食要定时，不要吃太多盐的、咸的，不要吃太多糖，要均衡，脂肪不要太多。active 就是要运动啦。通常我们介绍是说每1周要运动大概130到150分钟。moderate 就是说中度的身体活动。R 呢 regular 定期做体检，提防三高。对，找到什么问题的话呢，就要 T take your medications，定时吃药。所以我们今天也学了 fast 跟 smart， 对不对？对。因为讲真的，因为人呢要生病了，我们是没有办法预测的。但是呢，病后保持积极乐观，然后坚持做好康复的治疗，这个才是恢复健康极为重要的。没错。那在这里，我们真的是要谢谢我们的黄医生，谢谢医师，谢谢，当然还有泰明，还有文海，谢谢分享，谢谢大家。那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有健康的生活。那当然也是希望说患者能够把握所谓的这个黄金的恢复期。那打赢中风呢，就是一个持久战啦。但是我们一定要加油跟坚持。那当然了，之后呢，我们还有更有趣的这个医疗话题要跟你们分享，所以请继续跟我们一起医疗大小事，一起长知识。拜拜。